哇，这个频道开始已经半年了。那，等一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有点看起来哪里不一样呢？对，我把我的胡须都刮了，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像流浪汉。OK，anyway，所以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的一些影片的重点回顾。OK， 这一集的主要内容呢，是想告诉大家在接案跟客户衔接的一些重点跟程序。那当然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影片吧 ，Go！ 我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怎么样在确定对方的需求确定之后，就确定它的规格的不同种类型的高度。那个高度确定之后呢，把它的规格很细部的开出来，确定是说双方有能够做平行的在沟通这件事情，以确保这个报价是没有误差值的。最后呢，如果你需要外发的时候呢，你有足够的基本的专业度外发出去，这样在沟通回来之后呢，确保整个专案不会因为这小小的外发部分而搞砸。需要教育对方，让他能够有专业度，起码的专业度去了解你所吐出来的各种专业名词，去做一个平行的沟通。接下来就去看一下如何去教育、说服客户，然后呢，让他对你有很大的信心，把这个专案给你。以往啊，你会看见以前的销售人员都提2箱很大的样品箱，然后带到客户面前，慢慢的教育对方。我后来发现，其实这是蛮重要的。像目前这边来讲的话呢，有5个不同类型的包包。那其实我给对方看了大概10几个包包，我现在稍微做简化。那第一个包包呢，就是让了解说，你如果想要很便宜的话，其实东西叫做正品。你看它软趴趴的啊，然后其实正反面来讲，只是2块布缝在一起而已，印刷就只有单色的一面，靠这个图像去撑这整件事情。可是因为没有价值感，所以大家通常也不大会想要用。升级版的话呢，就开始用比较好的磅数的。这个呢，看起来明显你摸起来它有个厚度，是个扎实感，它比较不会有皱褶，因为它布的织法是够厚的，是扎实的。它的下方是有做一个3D 的切割，所以它撑起来的时候可以摆多一点书或东西在这里面，一样是靠单色，但这个看起来就是比较有价值，因为你摸起来它的把手跟这一个把手，这个感觉就是形状、形体摸起来的触感，这都是在报价或者是传输给对方的一个图片上是无法感受到，除非录个 video 给对方，或者是实际给对方，让他自己亲自手握住，去感受一下这2者的差异。但在这最基本，如果不是他的需求之后，接下来可以跟他介绍是稍微叫做功能性的。功能性意思就是说，它的布料是有的，但是你看它有前口袋，它有打开，里面有立体对称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做斜背、侧背等等的。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利用这种开始变成功能型的袋子，就问他说：你喜欢前面有口袋吗？你喜欢里面常常你有习惯放钱包啊，或者是手机啊，或者是钥匙等等的话，那里面是不是还要一个口袋？或者是你到巴黎或意大利常常遭小偷，是不是里面还要加一个拉链？或者是你里面布料你想要看起来比较贵气一点，那你的五金是不是要用比较好？比如说金色的配上黑色，看起来比较贵气。那当然，它的布料、五金、车法、结构都会变成跟之前的版本完全不一样的价格。那还有一些可以思考，例如说，单一个很简单的口袋就有很多的点。你想要它打开吗？你需要它有盖片吗？你需要它有拉链吗？扣子吗？或者是磁铁？
或者是魔鬼毡，非常多的功法。那它是贴平呢，还是下面做一些立体的、半立体的口袋，或是完全立体，或者是蓬蓬的，有非常多的手法。那它会改变这个的视觉。讲完了之后，他会比较理解说，功法有哪一些，他可以稍微脑袋可以去跑一轮。接下来可以跟他介绍说，稍微有一点艺术家，就是图像比较独特的这种开发，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口袋的分层，放手机啊、钥匙啊、零钱包啊等等的。里面呢可能还有内里，让他感觉质感是提升的，包括他自己专有的标签。会变成它独特的特色，所以这个就是感觉有品牌，感觉有设计，感觉有花一些心思去思考的一个产品。那当然了，最后我们会有精品品牌，我没有办法展现是说它的重量，但是其实我一拿起来，我第一个想法说，哇，好重哦！它的重是在于它的五金，这些五金是很厚实的，前后都有。然后以及呢，它的皮料是真皮的，厚实的牛皮，加上旁边有油边的滚边去做一个完成品，然后它的这个刺绣等等的，然后里面呢也有所谓的皮标、拉链开口，所以摸起来的话，它的重量感、它的分量、它的五金，让他觉得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很扎实、很有价值、可以用很久的一个精品品牌。当然，这5种类别的规格都不同。但是是很重要让对方了解，是说，如果你想要吃饭的话，你准备了很多的原料，你要炒什么菜，你要端出什么菜。所以当介述完之后呢，对方会知道说有什么炒菜的料，那接下来他就可以脑袋去动动说 ，OK Mickey， 我不喜欢这个，的确太廉价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，因为它看起来干干净净，很简单。但是呢，因为他自己的需求。他想要提供给他的粉丝们，也是音乐的爱好者。例如说，他想要放在里面类似有功能性多一点的，可能会比较恰当。所以在提供给他很多的选项之后，他脑袋就会自动开始去跑，说什么样才是对他的粉丝、他的客户群是最好的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初阶的，如何把一个产品分解，然后介绍给客户，让他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去做个平行的对谈。再来，双方会开始互相认识、互相挖掘讯息，我们也借此得知正在面对的是哪一种类型的谈判者。谈判时最怕碰到以下5种人。第一种，凶悍派，他们最常用语言或者是肢体暴力来威胁，例如说，我现在就要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或者是威胁你说，你如果不给我怎么样，我就不怎么样。解法是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这种方式对凶悍派特别有效。你必须把他们吓醒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忍耐底线在哪。目的不是惩罚，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你忍耐的极限，摸清楚双方对于各自底线的一个状态。第二种，逃避派，根本逼不出面，或者是用拖延战，他们会说，明天再说吧，我没有时间，我要等我主管通知，这个不是我管的。解法是指出对方行为的适当，并建议双方应进行更有建设性的沟通。若对方同时是凶悍派，就直接挑明，指出对方的态度过分凶悍，对方通常也会收敛火气。此时最重要的是提出进一步谈话的方向，给对方一个可以继续交涉的台阶。第三种，龟缩派，他们通常情绪上采逃避的策略，于是你会听他们说，这个我不懂，这个方法我不是逻辑不通，或者是我不知道。解法是安抚他们的情绪，尤其是针对逃避或者是龟缩派，首先要了解他们恐惧的原因，然后提议更改时间或地点，另外择期商谈，并且适当的说出他们真正的恐惧，让他们觉得你了解他们，也为他们建立一个安全感。这个方法对凶悍派也是很有效，只要他们对你有安全感，自然也不会继续故作凶悍的状态。第四种，高姿态派，他们通常会用极端的要求想吓倒对方。我只等到5点，中午以前一定要消。解法是坚持一切按照规矩来，
凶悍派、高姿态派、两极派都会强迫你接受他们的条件，你应拒绝任何高压、压迫，始终坚持平衡的待遇。这个坚持是互相尊重、平行沟通的一个根基。第5种，两极派，他们根本不谈，只要逼你做要还是不要的决定。这就是我的底线，然后你不要就算了，或者是除非你所有的条件都接受，要不然就免谈。解法是请他们解释，当对方采取极端立场来威胁你时，你可以请他们解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极端要求。可以说，为了让我更了解如何达成你的要求，我想要多了解你为什么这么样想，让他们觉得你是跟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而我们当时碰到的情况，我们是将对方定义为凶悍派以及高姿态派，因为事前知道老板有可能会这样的态度或者是情绪，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受到3家不同的公司在执行后的3次伤害。我们因理解而产生的同理心，让我们比平时其他专案更具有耐心去对应。然后你也可以为自己的客户贴标签，可以参考这一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如果我们发现决策者太多，或者要绕过太多层才能够得到答案，而你的团队又比较庞大，那么这可能不是最适合的专案选择。通常最后结果不会像跟银行或政府单位打交道那样子的繁杂，因为谈判时间可能会被拉长半年到1年。这时候你就开始要标签你的客户这种类型。如果以速度快来讲的话呢，有一种叫做时间逼死人，就夺命催完扣，我3个小时要，我今天你下班前就要，或者说12点还在打电话给你，我就是马上要，我隔天早上就要。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呢，你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，你不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，而且它会产生出很多额外的一个事情。那有一种是成本，他来见你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锁定他想要的一个成本，在这成本之下呢，他可能不一定会听你所要的教育啊、解释啊，他可能就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，但他给你这个专案的框架其实是蛮庞大的，远远超出的，但是他会可能用一种说法说，Mickey， 真不好意思啊，我的公司目前只有拨这样的预算来做这件事情，拜托你帮帮忙，麻烦你做好。这种就是锁定成本。他在锁定之后，变成他不会听你任何讲解，他就一致说，我就是要在这样子的价格里面完成这样子的事情。其实是便宜到一个地步的麻烦。那还有一种是 price shop， 就是比价王，他来见你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比价5家、10家。然后你就跟他介绍完，讲你可以做什么事情，他就很不错，但很可能他就没有下落了。但另外一个进阶比较王，他就是 CP 值，什么东西他都讲 CP 值，因为他已经询问了5家、10家，他抽取了这么多厂商里面的对他有利的所有优点，把它并在一层一大包，然后他就跟你讲说，Mickey， 你这个提案这个 CP 值很不 OK 耶。因为你看，我那问了这一家，他可以提供这个额外的，然后这家给这个额外的，你们这样很没有竞争力耶。其实他要求就 CP 值，但其实这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。那还有一种是品质要好的客户，你会觉得说太好了，我可以做一个好的作品，我可以把一个完成度盯到最高，那这也对得起我自己的时间，对我的公司，对我的团队都是好。但如果你知道说，如果对方是一个像处女座的，他对于这个可能要移过来一点啊，到底是这个犹豫不决，但是你可不可以都做出来一个版本，让我去看看哪一个比较好？他就在细节里面挑毛病。我需要有2-3天才能够回复下个礼拜我再回复你好不好？我要慎重的去思考。那其实你的专案就会被你拉长，那你的利润就全部都不见了，所以蛮可怕的。那有一种就是不好意思，我速度要快，我一定要很便宜，但品质你要给我做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在里面的黑色框它是不存在的。
但偏偏有时候你会碰到这个。但是这个呢，通常在这3个的拉轴来讲，它是不存在。可是有时候呢，它会比如说处女座少一点，大部分是要便宜，然后时间很紧急。但这样子的这种拉扯，你可以去判断说，它其实就是开始一个问题网，各种的问题的延伸，你就要开始小心了。但它如果提升到下一个境界，就是歇斯底里，他的 EQ、IQ， 可能他的公司或他的团队给他的某些压力，他会把它嫁祸在我们身上的话，他就很歇斯底里的，我不管，他用某种方式讲法、情绪绑架你，你就是给我搞定，我不管你，他不会跟你讲道理。那在这时候，你就会变得很难做事情。你了解自己当前的能力跟状态，你可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，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回来。好的客户就是有潜力成为长期客户的人。Well， 以上的是我各种粗略的解释。有些新的案子或旧案子进来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的各种细节还有程序。当然呢，还有非常多的美感。之后我会在不同的影片系列里面再做分享。那麻烦大家帮我订阅、按个赞、帮我分享哦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IG。OK，see you on the next one. Bye, adios, ciao.